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佛历10月上初六，万象晴，24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6.5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24基普，涨幅0.19%。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基普，涨幅0.3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448.4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42点，涨幅0.45%。开盘1442.04点，最高1450.82点，最低1436.88点。成交量430600股，成交金额408514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40基普。交易量2215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70基普，交易额357299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64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1万基普，涨幅0.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8月2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1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85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55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文化旅游部部长会见即将离任的泰国大使。8月28日，文化旅游部部长苏安沙万维亚吉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泰国驻老挝大使莫拉科特西萨尔。部长高度赞扬了泰方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在两国建交75周年期间，泰方通过举办绘画比赛、艺术展览等活动，有效吸引了大量泰国游客赴老旅游。泰国大使也对此表达了感谢，并强调泰方对老挝寺庙建设以及发展可持续旅游的支持。部长感谢泰国大使馆的贡献，并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2. 甘蒙省尤马勒县县长视察洪涝灾情。8月27日，尤马勒县县长坎曼索帕瑟特率领县级防灾委员会视察灾民，并关注县内洪涝灾情。受台风建予影响，当地多个村庄的房屋和农田大面积被洪水淹没。由于持续多日的降雨，塞邦费河和永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河水倒灌，淹没了民众的房屋和农田。当地县政府全力投入救援，将灾民及其贵重物品和牲畜转移到安全地带。县级防灾委员会表示，将在水位下降后再次对损失进行评估。尤马勒县县长坎曼索帕瑟特呼吁村委会和民众保持警惕，在紧急情况下必须立即转移到政府指定的安全地点。此外，县级防灾委员会也已做好准备，包括准备船只、军警和青年志愿者，以确保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及时进行救援。3. 万荣召开莲花山大佛建设研讨会。8月27日，万象省万荣县召开会议，讨论在莲花山建造大型佛像的项目方案。该项目由老挝大众文化旅游集团发起，旨在将该地打造成集文化、宗教和旅游为一体的新景点。项目计划建造2尊佛像，一尊总高49.9米，以万象西萨格寺佛像为蓝本，另一尊高152米，雕刻在山崖上，参照琅勃拉邦古老佛像设计。此外，项目还将建设寺庙、祭祀场所、观景台等配套设施。与会者就佛像设计、文化融合、民众参与以及命名等问题提出了建议。4. 第24届全国羽毛球锦标赛正式开赛。
第24届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于8月27日至30日在万象市西沙塔纳县塞塔羽毛球俱乐部举行。老挝啤酒公司提供超过4亿吉普的赞助。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4个地区的378名选手参加，比赛共设15个项目，但因人数不足，取消了2个女子青少年项目。各个组别的冠军、亚军和季军将获得丰厚的奖金，其中普通组双打冠军奖金最高为800万吉普。本次比赛免费向公众开放。5. 交通警察拖走违规停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琅勃拉邦省交通警察在市区执行停车秩序维护任务时，将一批停放在琅勃拉邦夜市路段的绿色共享电动自行车拖走，这些车辆被运至公安局，车主需前往公安局按规定办理手续后方可取回。据了解，该路段设有指示牌，明确规定了单号日和双号日的停车区域。6. 老挝一位妇女养牛年入国3亿。家住在琅勃拉邦省巴乌县坡纳沙旺村33岁的凯女士，从卖菜转而专注于饲养牲畜，年收入超过3亿吉普。凯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过去的生活非常艰难。婚后她先在一家旅馆工作，后来转行卖菜，但收入仍不足以维持生计。于是她利用家里的土地养牛，同时种植果树和牧草。此外，她还向银行贷款 2.5 亿吉普。目前，她的农场有33头黄牛、6头水牛。2024年，她通过活牛贸易收入约 2.5 亿吉普。此外，出售牧草收入约4000万吉普。她还有约100棵红毛丹树，每年都有可观的产出。总的来说，她每年总收入超过3亿吉普。凯女士补充道，现在她的家庭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这得益于养牛的土地、银行的贷款以及全家人的勤劳。7. 沙湾拿吉警方逮捕一名持有毒品和枪支的泰国人。根据沙湾拿吉省公安厅禁毒处处长坎塔索提库曼中校的报告，8月26日中午12点左右，沙湾拿吉警方对位于凯山峰威汉市沙南塞村的一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经检查，警方发现该出租屋里居住着5名泰国人，在房间里发现了62袋掺有毒品的咖啡和1把手枪及12发子弹。经审讯，租户阿努瓦承认所有毒品、咖啡和枪支弹药都属于他。目前，警方已对阿努瓦起诉讼，罪名为非法持毒品和枪支。另外4人则已被移交给外事管理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理。8. 万象59岁大叔中奖超20亿巨款。上周末，老挝乐透举行了1等奖的颁奖仪式，该彩票第95期于8月18日开奖。一位幸运儿赢得了头奖和累计奖金，总奖金达20亿1154万2239吉普。中奖者是来自万象市西沙塔纳县东考村的59岁居民达萨达占赛亚佩特。老挝乐透发展国有企业总经理苏班皮亚萨卡向其颁发了奖金。达萨达占赛亚佩特在发表感言时表示，他通过流动售卖点购买了彩票，花了5万吉普，没想到竟幸运地中得了头奖。他已按规定向政府缴纳税款，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